中国和阿根廷周日发表关于深化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第4条指出，阿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中方重申支持阿方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完全行使主权的要求，以及根据联合国相关决议尽快重启谈判，以期和平解决争端。这一下，英国慌了。 在中国和阿根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中方支持阿方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完全行使主权的要求后，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火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英方拒绝任何有关福克兰群岛主权的疑问，称其是英国大家庭的一员，要求中国必须尊重该岛主权。福克兰群岛是英方对马岛的命名。中国日报社欧盟分社社长陈卫华则反问特拉斯，但英国就可以派军舰来挑战中国在南海的主权？ 至少中国还没有派海军去马岛附近，这一回对也被英国媒体广泛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二再次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与国之间的领土争端。英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在遵守联合国宪章精神和联合国决议方面作出表率。中方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 明确的，没有任何变化。我们坚定支持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正当要求。 马尔维纳斯群岛是英国殖民主义的历史遗留问题。该岛位于南大西洋，距英国约 1.3万公里，但距阿根廷本土仅480公里，由2个主岛和700多座小岛组成，面积 1.2万平方公里。自16世纪麦哲伦宣布发现马岛之后，马岛就在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殖民者手中几易其手。1816年，阿根廷独立，宣布从西班牙那里继承马岛主权，并在岛上设置行政区驻扎军队，但没想到1833年，英国派兵攻占马岛，并将岛上的阿根廷人全部赶走。此后，英国一直强占马岛，阿根廷对此强烈不满，于1964年向联合国申诉，要求界定该岛的主权。联合国隔年召开大会，决议马岛问题应由英阿两国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这就是中方一贯以来要求英阿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法理基础，但英国始终拒绝谈判。1982年。 马岛战争震惊全世界，当时阿根廷以武力夺回马岛，但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随即派海军远征，欧美国家随即选编战队对阿根廷实施禁运，英国最终惨胜。此后，英国加强武装马岛。实际控制呢，不等于就拥有主权，因为由于过去的帝国主义啊、殖民主义，还有现在一些大国的强权政治造成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地方。 中方对马岛主权归属的立场一以贯之，这从中国选择以阿根廷主张的马尔维纳斯群岛为该地标准地名就可以看出来。回顾中阿近10年历次发布的联合声明，也会发现，支持阿根廷在马岛的主权要求这一条几乎从未缺席，并与阿根廷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一前一后出现，足见中国在和阿根廷交往中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去年6月，中国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上发言说，马岛问题本质上是殖民主义历史遗留问题，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努力铲除殖民主义，并阐述中国在马岛问题上的立场。中方立场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国际社会应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公平正义，确保真正结束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殖民主义，继续推动 包括马尔维纳斯群岛在内的17个联合国非自治领土的非殖化进程。 在耿爽发言5天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表题为《欠了188年的殖民账，英国就是不还》的评论文章，直指对历史上非法占据的殖民地强霸不还，反映出的正是英国当政者根深蒂固的殖民情结和帝国思维。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英国近几年在对华外交中极不友好，在涉港涉疆问题上都充当美国急先锋的角色，还加入了美国挑头的 AUKUS。但随着中国话语权不断增强， 马岛问题或有令英方投鼠忌器，有所收敛。中国对马岛的政策是一贯的，就是支持阿根廷呢对马岛拥有主权。近几年呢，之所以显得比较密集一方面呢，就是我觉得
因为中国的国际地位跟以往呢不一样啊，中国的声音呢比以往拥有更大的影响力。还有一个背景呢，就是英国跟随美国实行了很多的一些说反华的这方面的一些政策啊，所以也给外界啊有这种印象。当然呢，我想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中国跟阿根廷的关系呢比以往呢更加的密切，联系呢更多。观察指出，由于马岛距离英国实在太过遥远，马岛对英国来说主要起到内政议题的加分项作用。这意味着英国内政危机时，往往马岛问题就会浮出水面。英国首相约翰逊去年以来一直深陷执政危机。去年12月6日，英国国防部宣布在马岛部署新型天空军刀防空系统。近日这一部署完成，阿根廷外交部立即发表声明，进行强烈谴责，称英方所作所为是一种新的不合理的武力展示，指责英国政府这种违反了联合国大会第31、49号决议的单方面行动。马岛这个问题，英国呢，他这个表态动作呢，跟他实际上宣称的一些原则呀是有出入的，凸显英国这方面的一些在国际这个舞台上啊，在很多问题上是双重标准的。相关话题来连线推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中阿联合声明涉马岛主权问题的表态，让英国政客跳脚了。英外相发推竟倒打一耙，指责中方应尊重福克兰群岛的主权。您对此如何看？实际上呢，这也是中阿元首会见达成的重要共识之一。那么根据新华社的电稿呢，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时习近平强调，中方愿意同阿方加强高层交往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相互支持对方在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的正当的主张。那么就任何主权国家而言呢，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都是头等大事，都是最核心的国家利益。那么在马岛问题这一重大议程上再次获得中方的有力支持，自然会被阿方看作是总统访华取得的重大成果。今年时逢英阿马岛战争40周年，那作为当年的落败方，那么阿根廷政府看待马岛问题，那就是主权问题，是头号关切。而对于1万多公里外的英国政府来说呢，马岛问题又是什么呢？它是所谓日不落帝国的容光焕影，是殖民时代的现世延伸。英国女外相跳脚发推，扬言完全拒绝承认福克兰群岛存在任何主权问题。她使用的语气呢是特别强硬的 completely reject， 就是基于这样一个逻辑。但是21世纪的今天，所谓大英帝国，所谓殖民思维还存在，还有市场吗？联合国早就把马岛列入联合国17处非自治领土之一，所以英国女外相她的断然否认是全然不成立的。她所完全拒绝的，实际上也是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而且呢，在这里也要特别告诫这位外相，坚定支持阿根廷的主权主张呢，是中国的长期立场，没有任何动摇。去年6月，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就曾经在联大相关会议上大声疾呼，马岛问题的本质是殖民主义的历史遗留问题。21世纪的今天，西方殖民者为所欲为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所以英国政客此时跳出来抗议呢，其实是在搞自欺欺人的政治秀。那么英国政客为何要闹这一出呢？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转移视线，倒打一耙。众所周知，中英关系呢现在全面吃紧，全方位承压。脱欧之后的英国一心追随美国，掺和印太战略，掺和大国竞争，全力要在所谓的印太地区来刷存在。比如呢，去年参与美英澳AUKUS 三方核潜艇协议，英国唯一的航母甚至借了美国的舰载机，一路东行，开到南海，开到东海，闹腾秀肌肉。包括在涉港、涉疆、涉台等等一系列关乎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议题上，在华为5G 准入乃至更广泛的科技战领域，那么英方呢现在都是站在中国的对立面。这其中呢又以涉港议题的这种挑衅呢为甚。当然了，英国国内现在呢也是难题成堆。按照美国 CNBC 电视台网站今天大标题的一个说法，英国正在迎来一场 perfect storm， 所谓的完美风暴。那么就政治层面而言呢，
首相约翰逊他深陷战役诚信危机，辞职下课的这个可以说是压力山大。那么就民生而言呢，英国最新的通胀数据创下30年来的新高，人均工资收入呢下滑了1个百分点。适逢呢今年4月又要加征所得税，那么英国家庭的这个能源的账单估算将会急升50%，所以现在老百姓可以说是怨声载道。所以呢，此时英国政客他们有动力，更加有动机来转移视线，以对外指责来转嫁内部的压力。当然了，很大程度上也是要混淆是非，转移视线，以所谓碰瓷式的抗议表演，把中方支持阿方正当主权主张的一贯的立场强行扭曲为中方是在基于中英关系现状所做的报复性的反应，既要坏事做绝，还想好处占尽，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当初呢，对美国副国务卿舍曼的当面的质问，同样可以送给这位英国的女外相。对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全面走近，美国2位参议员又叫嚣要炮制法案，推动美国与拉美国家搞安全合作，以对抗抵消中俄影响力。您对此又是如何分析？这2个参议员呢，对中国人来说可谓都是熟面孔。一个呢是佛州参议员卢比奥，一个是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内德斯。他们呢都是拉美裔，他们呢也被美联社称作是国会拉美议题的 two leading of voices， 是2个大佬。当然呢，他俩也是冲在反华议员的最前线。卢比奥此前就曾经因为操弄所谓涉疆人权议题，成为中方反制裁的对象。那么2位反华议员，他们这一次要抛出的最新提案全称是 Western Hemisphere Security Strategy Act， 也就是所谓的西半球安全战略法案。卢比奥呢声明就危言耸听，说拉美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的最大的威胁来自中俄的干预，而梅内德斯呢声明则敦促要认知到拉美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呼吁强化和拉美区内国家的战略与安全合作。这2份声明呢都将中俄在拉美地区的影响抹黑描述为 harmful and malign，也就是所谓的有害而且恶意。那么拉美从来都被看作是美国的后院，是所谓美洲人的美洲。国会山反华议员现在扬言炮制新法案，预示着美方未来在拉美针对中俄的这个定向的动作可以说是少不了。比如呢，阿根廷刚刚签署协议，加入“一带一路”朋友圈，那么这对美方当然是一个刺激。那么美方接下来如何落子搞破坏，值得我们关注。同样可以预料，台湾在拉美几个屈指可数而且是摇摇欲坠的所谓邦交对象，他们呢也一定会成为美方幕后全力施压维稳的目标。至于到底谁的地区影响有害而且恶意，我看拉美人是有目共睹的。不信你去看看美墨边境隔离墙两边每天都在发生着什么生离死别的人间悲剧惨剧，几乎可以说是从不落幕。离美国最近的拉美国家墨西哥，他们呢人人都知道这样一句谚语：墨西哥人离天堂那么远，离美国那么近。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来关注美日军事动向，美军与日本自卫队日前在宫古海峡和吕宋海峡附近举行了大规模联合演习，仅美方就出动了航母以及过万兵力。美军披露，此次要演练的是打击第一岛链目标的能力。演习期间，美军还与日本自卫队在冲绳附近建立了远征前进基地。那么，美日此番兴师动众，大搞冷战色彩浓厚的操演，到底有何指向性？听上去高大上的远征前进基地概念，到底管不管用？来看看报道。根据美国海军学会网站的报道，此次名为“壮丽融合”的演习于上周四到本周一同时在吕宋海峡和宫古海峡附近举行。参演的核心兵力包括美国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美国号2栖战备群及其所搭载的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埃塞克斯号2栖战备群及搭载的第1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此外，日本自卫队和美国空军也出动相当规模兵力参加。从演习的规模上来看，应该说是近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从演习的力量构成上来看，陆战的各种各样的装备是比较齐全的。那么从演习它的科目来讲的话，强调一体化的威慑，总体上要达到多军兵种的所谓融合作战。
报道称，位于吕宋海峡的美军舰群率先拉开演习序幕。埃塞克斯号2栖攻击舰搭载的 AV-8B 战机和 MV-22B 运输机接连起飞，与从林肯号航母起飞的 E-2D 先进鹰眼预警机展开一体化空中作战行动，演练在菲律宾海控制关键地形的能力。有观察注意到，该演习还出动了潜行者无人机系统，并将北极星 MRZR 轻型战术全地形车和其他设备装载到 MV-22 鱼鹰中，以测试它们在实战中的效能。在吕宋海峡方向，它所形成的力量构成是一体化的登陆作战和这个夺岛作战的这样一种力量构成。那么从战术上来讲，它是形成了空中装备、海上装备和地面装备以及陆战装备那么一体化的这样一种联合作战。那么这种作战，它要达到装备的话呢，相互支持、相互融合的这样一种水平，是为未来所有可能发生的冲突来进行检验。而在宫古海峡方向的演习中，美国号2栖攻击舰出动 F-35B 隐形战机，对所谓第一岛链的目标进行了2次空对地实弹轰炸。日本金刚号驱逐舰和美国杜威号驱逐舰协助进行指挥和控制。接下来，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搭乘登陆艇，对位于冲绳附近的目标海滩进行快速突击，模拟夺取对手控制的关键区域。随后，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进驻滩头阵地，建立对沿海地域的控制。此外，日本陆上自卫队也搭乘 CH-47 直升机从美国号2栖攻击舰上起飞，演练垂直登陆。报道称，最后的高潮出现在夜间演习，从林肯号航母起飞的 F-35C 隐形战机、超级大黄蜂战机，以及从埃塞克斯号2栖攻击舰出动的 AV-8B 战机，对第一岛链目标进行了模拟打击。宫古海峡方向所突出的是快速突击这样一种科目的检验，一是检验它的反应速度以及对关键地区的控制，二是突出了海上登陆和垂直登陆双向并举，三是突出了夜间突袭，四是美日双方指挥员的交替和互换，检验它的可能性。此次美日壮丽融合演习的地点值得关注。外界注意到，自2013年以来，包括辽宁舰航母编队在内的解放军海空军舰机穿越宫古海峡赴西太平洋进行远海训练或战备巡航已经常态化，而吕宋海峡狭义上指菲律宾吕宋岛与巴布延群岛之间的海峡，广义的吕宋海峡更包括了巴士海峡，长达320公里。近年，解放军军机航经巴士海峡向西太平洋进行远海长航训练也已成为常态，所以日本共同社在报道中就直接挑明，此次美日壮丽融合演习针对的就是中国。深圳卫视注意到，针对此次演习，五角大楼在声明中反常的多次强调，意在展示美日在第一岛链进行立体抢滩登陆和岛屿争夺战。具体针对第一岛链哪一具体位置呢？观察指，从美航母起飞战机进行远程奔袭，出动2艘大型2栖攻击舰实施立体登陆来看，美军如此兴师动众，显然不会只限于协助日本防守西南诸岛这类第一岛链上的小目标，而演习区域位于宫古海峡和吕宋海峡，恰恰分别位于台湾岛的北部和东南方向。由此可见，美日此次演习意图干预台海的目的非常明确，战略的指向性是非常明显的。从近年美日实际的这种行动来看，出现一些新的变化。第一的话是不断的改变的话呢，介入的方式以及的话呢介入的程度。第二是不断的增大这个动用军事力量的规模。应该说，美日在实际介入台海准备方面，应该说是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值得注意的是，五角大楼在发布的新闻稿中还透露，在壮丽融合演习期间，美军与日本自卫队在冲绳附近建立了远征前进基地。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起源于美海军陆战队发布的顶层文件《21世纪的远征部队》，旨在对付潜在对手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其目的是在反介入区域拒止的作战区域内建立一个据点，迫使敌方采取复杂的防御行动，从而推动更大规模的作战行动。2018年5月，
月，时任美军联合参谋部主任肯尼斯·麦肯齐在五角大楼发言称，远征前进基地概念是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期间跳岛战术的现代化版本。随着对手能力提升，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大型基地不再安全，远征前进基地概念将发挥作用。对于美军的作战新概念，日本非常欢迎。具体而言，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海马斯高机动多管火箭炮与自卫队的导弹部队进行配合。去年12月，美日就展开了基于新战法的联合反舰演习。演习中，美国海军陆战队首次在日本境内以长途空运方式运输海马斯参与演练。当时日媒就高调炒作，演习针对的假想敌就是中国。此番美日壮丽融合演习参演的 F-35B 隐形战斗机、鱼鹰轻转旋翼运输机、海马斯火箭炮、AH-1Z 武装直升机等，这些都是远征前进基地概念的主力武器。观察指，演练目的就是要进一步验证远征前进基地概念及相关装备，旨在夺取第一岛链的岛屿，并以此为基地，在对手反介入能力范围外实施打击。那么美日妄图以新作战概念干预台海的目的能否达到呢？分析认为，所谓第一岛链目前已经完全处于解放军火力打击范围内，解放军陆基、海基、航空力量、多型弹道导弹均可对其实施有效打击。美日参演的航母打击群、远征战备群舰艇，其实也都在解放军反舰火力覆盖范围内。至于听上去高大上的远征前进基地概念到底管不管用，有句话叫做听上去很理想，但现实会很骨感。美日这种营级单位的登陆作战，应该说只是一种演练，在实际未来的台海冲突当中，应该说是无堪大用的。这种演练只是向中国展示一下军事力量，并无实际的作用。从总体上来看，它是向中国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这种成分应该说是比较大的。另外，此次美日大规模联合演习的时间点恰恰选在象征和平的北京冬奥会期间，而这两个国家均未签署北京冬奥会休战决议。在冬奥会开幕前，就有动向表明，美国可能会同盟友于北京冬奥会前后或期间，在中国周边继续举行军事演训活动。就此，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大校1月27号表示，北京冬奥会是国际社会的一次体育盛事，朋友来了有好久，但必须指出，中国军队对外部挑衅突发事件是有充分准备的。春节假期刚过，台湾民进党当局就迫不及待宣布解除对日本福岛等5个县市有核污染风险食品的进口禁令。去年，台湾当局为讨好美国，开放美国含瘦肉精的猪肉进口，但除了高价买到一些武器之外，根本没换取到美国在所谓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上的任何优待。如今，台湾解禁日本核食进口，民进党宣称是为了助力加入 CPTPP。对此，岛内民众怒批，民进党嘴里喊着爱台湾骗选票，做的却是卖台湾祸害子孙。台行政部门周二举行日本食品输入管制措施记者会，宣布解禁对日本福岛周边食品管制措施。日本在2011年3月11日发生大地震，引发福岛核电厂辐射外泄事故，世界多国纷纷禁止进口福岛等地有核污染风险的食品。同年3月25日，台湾禁止福岛等5县食品进口。2018年，岛内反核食公投高达779万民众反对进口日本核食。不过，去年12月反莱猪公投没有通过，使民进党认为解禁福岛核食的可能性大增。为此，民进党当局想出歪招，将核食改名为福食。令蔡英文当局尴尬的是，台湾刚解禁福岛核食就被打脸。据路透社报道，日本厚生劳动省周二表示，上月底在福岛县海域捕获的一批黑鱿鱼检测到核辐射超标，已下令此类产品暂停上市。路透社的报道还特别提到了台当局的解禁措施。必须指出，日本在福岛核泄漏问题上的诚信度是很低的。为逃避责任，日本政府和东电公司都曾公然撒谎，欺骗国际社会，数次被爆出在关键信息上不透明，甚至造假。日本还不顾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强烈反对，要将福岛核污染水向海洋排放。
尽管为了缓解岛内对开放福岛核食进口的担忧，台当局提出了所谓3原则3配套，企图强迫民众接受既定事实。但在岛内主流媒体的网络平台上，岛内民众纷纷留言，怒批民进党嘴里喊着爱台湾骗选票，做的却是卖台湾祸害子孙。对民进党声称解禁核食有助于台湾走向世界，网友质疑：吃核食才能走向世界，这到底有多自卑？我们还要吃多少毒才能走向世界？台湾雅虎网站以你是否同意开放福岛食品为题进行网络投票，截至周二晚10时，赞成者仅约19%，反对者高达81%。你反对核四的时候，你就说要无核，结果你要进口核食的时候，你就忘记了你的承诺，所以这个是充满着矛盾，令人不解，那也让人家很生气啊。值得注意的是，民进党当局宣布开放核食，毫不避讳其希望以此助力加入 CPTPP 的政治动机。台行政部门政务委员邓振中直接表示，调整日本食品输入管制措施，证明台湾愿意根据国际规范采取经贸措施，会对台湾加入 CPTPP 有非常大的助力。台外事部门也称，台日将签署食品安全合作备忘录，以依据国际标准调整日本食品输入的管制措施，有助于取得世界各方信赖，争取迎向高标准的 CPTPP 与国际经贸体制。事实上，在去年底，台湾民进党与日本自民党举行所谓执政党2+2会议后，就有日本官员表示，福岛食品入台与 CPTPP 无关。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郝龙斌就批评，当局一再强调，如果不进口日本核食，加入 CPTPP 会有困难。然而荒谬的是，台湾人莱猪也吃了，美国武器也买了，当初讲必须要有这2项条件才能签署的自贸协定仍然不见踪影。基本上我觉得这是我们未战先强，甚至我觉得是我们今天把核灾地区食品进口作为加入 CPTPP 的一个条件的话，我们是无条件投降了。这个就是给老百姓不切实际的期望。我们吃的这个莱猪啊，美国会跟我们台湾签 FTA 嘛？别做梦的啦！你以为那个吃福岛地区的食品，就可以参加 CPTPP 了？别做梦了。台湾《中国时报》的评论也质问，民进党口口声声要废核四，要非核家园，叫得多响，不准核电，却准核食，这是什么逻辑？我们欠日本什么吗？还是因为他们送了连自己都不打的阿斯利康疫苗，我们就得全盘接受？台湾加入 CPTPP， 跟台湾进口日本的核食、核灾的食品，两者之间没有连结。这种困难，其实日本政府知道，台湾也知道。不见得你等于买到了一场入场券，最后人民应该会有很多的失望。就在民进党当局宣布解禁核食当天，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称，已接到来自台湾当局的解禁通知。日本在台机构负责人全玉泰称感到非常欣慰。福岛县知事内库雅雄也发表评论表示欢迎，称这将成为进一步推进重建的一大助力。而日本真能给民进党当局什么实惠吗？环球时报社评指出，日本固然在 CPTPP 中有一定的话语权，但是最终决定台湾能否加入CPTPP 需要全体成员的同意。此前在钓鱼岛问题上，民进党当局原想跟日方做交易，给台湾渔民换来打渔权，但日方压根儿不答应。东京就没有与台湾交换什么的想法，说白了，他不过是看着美国脸色，想尽办法开台湾的油。民进党当局见到美国人腿就软，见到日本人立即就自动矮半截。美国和日本把民进党的这种心理看得透透的，拿得死死的。美国都不见得帮得上的忙，日本帮得上吗？开个玩笑讲，台湾有可能加入联合国吗？你日本要帮忙，台湾可以进得去吗？显然也没有办法嘛。所以日本其实是做了一个没有成本、稳赚不赔的生意啊！台湾联合报也指出，说来说去，民进党宣布解禁核食都是政治算计而已。台湾能否加入 CPTPP， 靠日本支持不足以成事，而两岸关系是台湾想走进国际回避不了的天花板。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二在记者会上回答日本记者有关提问时表示，2011年3月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后，为防范受到放射性污染的日本食品输往大陆，中方对日本进口
食品采取强化监管措施，并持续开展对日本食品放射性污染风险的评估，防范不符合要求的食品输入，以保障人民生命和健康安全。赵立坚说，民进党当局在事关台湾同胞生命和健康问题上的所作所为，相信广大台湾同胞的眼睛是雪亮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最近美日在宫古海峡和吕宋海峡举行了大规模军演，其目的何在呢？会加剧台海紧张吗？主持人好，很明显呢，美日军演就是针对台海局势来的。军演的地点宫古海峡和吕宋海峡分别位于台湾岛的北部和东南方向，明显呢是要干预台海局势。而这两个地方呢，是中国海军和空军扰台巡航的必经之地，也是封锁台湾海峡的两个关键地带。台当局和美日呢都很害怕解放军会从台岛的东部海域发起军事行动，所以呢要摆出拦截海上要道的架势。但是呢，美日军演呢虽然是阵仗大，1万人参加，出动航空母舰战斗群之类的，但是呢改变不了解放军在台海问题上的优势。这场军演的目标呢是准备应对所谓第一岛链中潜在的侵略行动，但是呢，第一岛链内全部处于解放军火力打击范围以内。你看呢，就是在美日军演的时候，解放军战机呢不是依旧在台湾附近空域进行这个常态化巡航嘛，风雨无阻啊。那么多大规模的军演都阻挡不了解放军呢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战力，阻挡不了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的进程。那么这次美日军演呢，还明确提出是针对中国，是为中国量身打造的战术。那么除了干预台海问题以外呢，还有阻止中国在西太平洋上增强影响力的目的，试图呢把中国锁在第一岛链以内。这一样呢是做不到的，摆个架势而已。当然了，也不排除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大规模的军演呢，来缓解这个欧洲方向的压力，分散世界的注意力。我们知道呢，由于中国杠杆的撬动，中俄能源和货币互换协议的签署，那么法德领导人呢改变了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策略，回到了欧洲人解决欧洲事的轨道上。这美国的领导力呢就相应的弱化了，这肯定呢让美国不舒服，转而呢来搅和这个台海事务。台当局为讨好日本，解除了日本福岛周边食品进口的禁令，说是为了早日加入 CPTPP， 但岛内民众却说是让大家吃核食毒食。您是如何看？台湾当局呢宣布解禁10年前曾发生核泄漏事故的日本福岛周边食品进口，的目的呢有2个，一呢是讨好日本，以外谋独。我们知道呢，最早的台独思潮就是与日本密切关联的。现在这个美日关系密切，而且呢，日本还公开的与台湾地区做直接的这个政治军事勾连，认为呢，台湾局势事关日本安全，实际上呢是支持台独势力。所以呢，台当局不顾民意的反对，解除了对福岛核食的禁令。而最可笑的呢是，民进党当局呢还把核食呢说成是腐食，企图呢以假乱真。二是想获得日本的好感，来更早的加入CPTPP， 也就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因为呢，日本在 CPTPP 上呢有比较大的发言权，中国大陆呢比台湾更早的提出了这个加入申请，台当局呢就想通过核食解禁来获得日本好感，先行加入。因为台湾呢宣布有条件开放日本福岛核食之后，中国大陆呢仍然对日本福岛这个食品呢实施全面的禁止进口政策，那么让台湾民众吃核食毒食，从而呢让台独势力在国际线上占便宜捞政治资本，台湾人呢当然是不答应，于是呢就引起了岛内民意和反对党的强烈反弹。我个人认为这个台当局呢是不可能比中国大陆更早加入这个 CPTPP 的，讨好日本呢也得不到什么额外的受益，受害的呢还是台湾民众，他们呢会强力反对的。好的，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
乌克兰局势持续紧张，德法领导人开展穿梭外交。法国总统马克龙出访俄罗斯和乌克兰之后表示，有希望推进俄乌和谈化解危机，但可能需时数个月。不过，俄总统普京再次强调，美国和北约无视俄方多年来明确提出的核心安全关切，但俄方仍将尽力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折中方案。不过，德国总理舒尔茨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拜登会谈就产生明显分歧，拜登依然展现对俄罗斯的强势立场，甚至以终止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作为威胁。美国派遣到东欧增援的新一批美军周二抵达波兰东南部，距离乌克兰约100公里的热舒夫。美方运输机送来大批物资，另有约100名美军转到北约另一个成员国罗马尼亚部署。美国将再从德国调派1000名美军到罗马尼亚。乌克兰东部的卢甘斯克气氛紧张，全副武装的乌克兰士兵戒备。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到访乌东部另一个前线地区顿涅茨克，在目睹当地被严重破坏后，贝尔伯克表示，世人应该警惕欧洲中心仍有战事存在。有分析认为，贝尔伯克出访乌克兰所要释放的主要信号，就是欧洲不会置乌克兰于危难中而不顾。在乌克兰局势紧张的背景下，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加强外交斡旋。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周一到访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乌克兰问题举行会谈，双方会谈超过5小时，议题涵盖欧洲安全局势和双边关系等。普京会后重申，俄乌边境紧张局势并非由俄方挑起，俄罗斯坚决反对北约东扩，北约方面不断向俄罗斯边境靠近，是目前欧洲局势紧张的主要原因。Хотел бы отметить и то, что Россию по-прежнему пытаются успокаивать рассуждениями о том, что НАТО мирная и сугубо оборонитель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Ирак, Ливия, Афганистан, ну и, собственно говоря,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ая военная крупномасштабная операция в отношении Белграда без санкций Совет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ООН. Это, конечно, мероприятие далекое от того, что могла бы осуществлять мир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法国目前是欧盟轮值主席国，马克龙也成为乌克兰危机去年12月爆发以来首位与普京会谈的西方国家领导人。正是俄方安全关切是马克龙此次穿梭外交得以成型的重要前提。马克龙在会谈后重申，没有俄罗斯的安全就没有欧洲的安全。他已向普京提供具体安全保证，称其此次访问的任务达成。一名法国官员随后宣称，普京在会谈中承诺，现阶段不会在俄乌边境一带发动新的军事行动。不过法方说法随即遭到俄方打脸。俄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法尚未就缓和乌克兰紧张局势达成协议，但俄方承认确有需要缓和局势，并认为本次会晤为相关进展奠定了基础，体现出了欧洲方面对于目前局势的一种紧张和不安。也试图通过这个对话的这样一种方式呢，去寻找一个解决的方案。但是坦率地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恐怕马克龙的这次访问呢，也只是整个这个一场这个大的地缘政治博弈中间的一个小的插曲，能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现在还有待观察。马克龙周二转往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马克龙表示，泽连斯基和普京均表明愿意履行解决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冲突的新明斯克协议。马克龙认为，经过2天的对话，他看到俄罗斯及乌克兰进行谈判的可能性，但要化解危机可能仍然要几个月时间。泽连斯基则敦促俄罗斯采取具体行动缓和局势，并表示希望可再次举行由乌克兰、俄罗斯、法国及德国参与的诺曼底模式会谈。结束对俄乌的访问后，马克龙周二傍晚抵达德国，与刚刚从华盛顿返回的德国总理舒尔茨以及波兰总统杜达举行会谈。马克龙强调会致力捍卫欧洲大陆和平及稳定。舒尔茨则表示，3国立场一致，将通过外交途径，通过清晰的信息及共同的意志，全力避免在欧洲爆发战争。欧洲在整个的这一场新的这个所谓乌克兰危机中间，应该说是比较尴尬。一个方面，它不得不被美俄2国所营造出的目前的这种紧张和对抗的局面推着走，去要做一定的这个适应。另外一方面，又想在这个中间发挥欧洲的作用，特别是想让欧洲的声音能够传递出来，
去实现这个危机的一个管控。柏林3国会谈前，舒尔茨前往华盛顿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拜登在会后发出警告，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俄方向西欧输送天然气的北溪2号管道将被切断。There will be no longer a Nord Stream 2. We will bring an end to it. How will you do that exactly, since the project and control of the project is within Germany's control? We will, I promise you, we'll be able to do it. 香港《明报》认为，这番表态被视为拜登迄今就该项目的最强硬表态。虽然拜登没有具体说明如何终止该项目，但英国《金融时报》指出，美国可以对该项目的营运商实施制裁，也可以对欧盟能源监管机构施加压力，使其不对该项目做出最终批准。耐人寻味的是，舒尔茨表示，德国会与美国站在同一阵线，但他在华盛顿的访问中始终没提到北溪2号，这也被外界视为德美在相关问题上产生了重要分歧。德国总体上说来还是希望局势能够得到管控，特别是德国不管是从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的这个国际政治斗争中间，德国都试图去扮演一个所谓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一个平衡的一个桥梁。这方面呢，德国当然做了很多的工作。